它是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它在欧洲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它深刻烙印在普鲁士到德意志的历史之中，它就是德国柏林军事学院。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从弱小到强大，从普鲁士到德意志，从如履薄冰到世界闻名，从顶尖专业相融汇到辉煌毁灭相并行，好似有着数不清而且无法弄清的谜团，充斥在这个仅用了100余年就震动世界的日耳曼民族历史之中。俗话说窥一斑而知全豹，今天我们就从德国柏林军事学院这所传奇军校的200年校史中，充分领略普鲁士顶尖军事家的欧洲风采。19世纪初，由于一代军事天才拿破仑·波拿巴带领法国大军横扫欧洲各国，使得此时的普鲁士帝国也因此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此时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一些普鲁士的有识之士开始在各个方面参照本国条件，并借用法国革命所诞下的果实，进行一场由内而外的深刻改革。由已经用交换俘虏回国的普鲁士军参谋长格尔哈德·约翰·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担任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主要负责军事改革。而沙恩霍斯特也在接手军事改革事宜后，深刻认识到了当时的普军仅仅是一支欧洲封建传统式的雇佣军队，这种体制的军队根本无法同已经在法国大革命中新生的法国军队所相比。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革军队体制的同时，为普鲁士军队加入全新的中坚干部力量。也就是出于这种需要，沙恩霍斯特在1810年在自己早先成立的军事学会的基础上，组建了柏林高级军官学校，即柏林军事学院的前身，并且在亲自担任首位校长的同时，带领自己的亲传弟子，即后来享誉世界军事领域、被誉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茨执教该校。1811年，满怀雄心壮志、刚刚掀起改革大潮的沙恩霍斯特便遭受当头一棒。由于法国从中作梗，只得辞官下野。但是为了继续深化普鲁士的军事变革，其好友格伯因和奈泽瑙等人随即接替，成为了这场改革的领头羊，为普军的蜕变贡献力量。1814年，通过普军高层的辛勤付出，这场变革中的果实终于开始成熟。随着新式军事法规的正式通过，柏林高级军官学校也终于成为了普鲁士新式军官的诞生之所。不仅出现了一批开始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军官队伍，还为普军随后建立的高规格总参谋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该校作为培养总参谋部军官的来源，也因此被称为是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1815年，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毕其功于一役而败。而脱胎换骨的普军也在终结拿破仑战争后，不仅疆域急速扩大，还一跃成为德意志联邦内的最强国家。1859年，出于军事改革的需要，柏林高级军官学校遂正式改名为柏林军事学校。1864年，此时已经经历过数十年改革的普鲁士，在积累了庞大的国力之后，随即开始了长达7年的王朝战争，并终于在1871年成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不仅结束了德意志地区长期分裂的局面，还因此位居欧洲列强前列。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3次王朝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普军参谋长，正是本校1823级的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即老毛奇。但令人惋惜的是，此后柏林军事学院的成就却成为野心家们征服世界的筹码。1918年，随着第1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该院也被迫封校。直到1935年才终于启用，但是在10年之后，随着德国的再次战败，该院只得再次闭校，并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在世界形势风云突变的情况下，以原柏林军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为基础，合并成立了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1972年，出于改革军队的需要，联邦德国遂开始进行同类院校合并，联邦国防指挥学院也在并入国防学院和参谋学院后，成为联邦德国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军事学府。从1810年建校至今的200年来，柏林军事学院不仅为德国贡献了海量的陆海空精英人才和高级参谋人员，还教导出了众多影响世界军事史的杰出将领，堪称为军事家的摇篮。
翻开宏大的世界军事史书，我们总能发现，但凡是提起德国的军事思想史，就不可避免地要说一下柏林高级军官学校的一位杰出校友老毛奇。不仅是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实际指挥官，还首开了西方军事思想领域中著名的委托式指挥法。而不同于老毛奇的军事成就，作为老毛奇的小学弟，这位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元帅则是因一份计划所成名的。在宗年丧妻之后，施利芬便对于军事达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也正是源于这份过于认真而且偏执的努力，最终在其任总参谋长之时，提出了大名鼎鼎的施利芬计划和闪击战理论。在施利芬之后的该校又一位杰出校友，便是汉斯·冯·塞克特。这位进入世界军事史名人殿堂的德国陆军大将，虽然战绩平凡，但却将眼光紧紧放在了未来战争中。当时没有人会知道，他在20世纪20年代用一种受人嘲笑的纸壳式模拟战争演练所组建的10万陆军全明星军官和士官团体，会为20年后德军的崛起以及2战初期德军的惊人战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这位仅以陆军1级上将军衔任职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塞克特，不仅被尊为2战德军之父，还是少有的退役时拒绝晋升元帅军衔的将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柏林军事学院对中国也有着不小的帮助。塞克特曾经受聘于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之时，提出了陆军改革建议书。也正是因为这份中国版的10万陆军计划，使得中国仅组建了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87师、第88师和第36师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德械师已经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了。而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柏林军事学院的话，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1913级的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这位被誉为闪击战之父和德国装甲兵之父的帝国之鹰，同2战德国最能干的将领1902级的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2战最负盛名的指挥官之一1913级的艾里希·冯·曼施坦因，以及被称为2战德国游艇海中狼王的卡尔·邓尼茨一道，在2战初期采用大胆灵活和推陈出新的战术，驰骋于欧洲战场之上，不仅无人可挡，还借此将德意志第3帝国推向高潮。如今回望历史沉浮，从德意志2大帝国的先后覆灭，再到现在的东西两德并立，德国军事学院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值得肯定的是，这座众多杰出军事家心血所凝聚的军官摇篮，不仅在普鲁士近200年的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还诞生了许多世界军事史上的著名军事家。总而言之，即使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少有一所军校能如同柏林军事学院这般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